我看一下啊，我这个久久好，不用。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直播，而且今天的直播呢，是我跟塔主2个人在做直播。很多人呢在我的频道下边一直说，老范你要讲一下 AI 时代的教育，对吧？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自己又不太懂教育，对吧？我一定要找一个懂教育的人跟我一起。就是我自己每天可能会拍着脑袋想说这样或者那样。那么我们的塔主啊，他就是专门做教育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去做今天晚上的直播。好，这个我也不敢完全这么说，我就这么懂教育，我可能就是严格意义上可能是语言学方面的教育比较在行，但是广义上的教育呢，我的大多数的经验就是有2点可能会比这个稍微的还能值得说一些。一方面就是国内的培训行业，也就是说学校老师以外的公立学校体制以外的这群家长和就是老师们，他们在想什么，都是一些电视上不能说的话，他们都会回去跟自己的这个私人的老师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跟中国2个国家的一些对比。是，对，然后对，我们这是开始按照我们做了一个准备啊，做了一个提纲。我们是写了稿子的。对，好，是。来，那我们就我现在是提出问题吧。今天就是我这提出问题，然后范老师这个谈谈他的想法，我也再谈谈我的想法。好，我们按这个节奏来。好，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真正焦虑的是孩子不会用 AI， 还是孩子读完了10几年书以后，发现通往社会的第一道门反而变窄了？您觉得是哪一种？其实是这样啊，我觉得首先不需要焦虑的是孩子不会用 AI， 因为现在的小孩呢，基本上就真的是 AI 原生代，不需要你教。像我儿子在上中学的时候用豆包就用得很熟练，而且因为在国内嘛，大家就是豆包，是最普及的一个 AI 的助手了，他的所有同学都在用豆包，对吧？现在豆包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奇特的名词啊！就前2天高考作文不是那个题说哪个词在你心目中的发生了巨大变化吗？现在他们认为最好的词就是豆包，说原来呢是一种食物，现在呢变成了一个你的陪伴的一种万事通的一个东西，对吧？而且它可以帮你写很多作业。我儿子跟我讲的是这样，就是这个他们比如说有一些政治课啊，就是类似什么马哲呀，什么类似这样的课，然后呢，每一次老师留作业的时候，全班同学就带着这种莫名的笑容，然后举出手机豆包一下，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不用太去担心孩子会不会用 AI 的问题，但是呢，这个现在进入社会的第一道门确实是变窄了。这个是非常悲催的一个事情。前面呢，我们看到了Anthropic 的 CEO 啊，叫达里奥·阿姆迪，他就讲到说，可能从今年开始，初级职位会直接消失50%。我今天正好做节目，做这个叫做中国人觉得印度完蛋了，对吧？那么，因为印度很多的 IT 外包业嘛，他们被 AI 打得很惨。但是呢，它整个的裁员大概只占了整个的从业人口的2%到3%，这是一个就是看起来数据还行，但是他们今年应届毕业生招收的人数下降了80%，就整个的新的印度培养的这种软件的应届生就不招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一个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到底会持续多久，其实很难说。因为我前面还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讲的是这个圈地运动，就是圈地运动了以后，农民就变成了工人，对吧？这我们小时候学政治都是这么学的，对吧？这个或者学历史啊，有这样的一段，但其实整个圈地运动耗时250年。就是第一批被从土地上赶走的人，最后呢，大部分是成为了无业的游民，
码头立功，或者是被饿死了。很有可就是能。最终可能是他们的子女或者他们的孙子，隔了好几代以后才成为了工厂的工人。对，这个我刚才看见您刚才说的那一段之后，我这自己做的小笔记就是，这俩人说的，就是说这两件事儿都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的，但就要看是你的时间线。如果假是，如说，你看，就以咱们现在两个人的比较，就是范老师的小孩儿在3、4年以后就要面临着说要这个要进行就是面临就业，或者说念研究生之类的。我的小孩儿现在才9岁，他还有10年的时间才面临说考大学这件事儿。那是，我们的紧迫程度可能就不一样，可是其实对，同样都会有焦虑，就是嗯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一个状态。但是我想补充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个用字，就是他你看这个问题当中，他说孩子会不会用 AI？我现在的一嗯，个担心，对于一个比较小的小孩儿的担心，就是你到底是玩了 AI 还是你被 AI 玩儿？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包括老师，他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孩子的注意力的这个时间段，像我们小时候，你看个书，写个嗯小作业，对吧？半个小时嗯，总要有的吧？现在小孩儿，你是让他注意力集中个5分钟，有的时候都是非常困难的。这其实他是，就是已经被 AI 驯化了，像那些短视频啊之类的对啊，这种即时我就马上 right now 我就要反馈，这个其实我觉得比你说我用过豆包啊什么，豆包它比较主动是吧？我要写政治作业，豆包来帮我。可是嗯回头呢，别的问题呢，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没等到你玩 AI 的时候，你已经被 AI 玩了7、8年了，还不知道。呃，就是这个是比较。这是一个其实困扰很多教育界人士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前呢要求的是系统化学习，嗯，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而 AI 学习呢基本上是叫按需学习，我有对，什么问题我去问，然后呢，其实大部分人呢会满足于说一知半解，就是我问一句就算了，然后下一次遇到问题我再问，嗯很少有人说我愿意不断的去追问下去。而 AI 这个东西呢，其实到目前为止是比较被动的，而且相对来说呢是讨好型人格，就是 AI 会嗯会吹捧你，对吧？所以，呃，最后呢，就很多人都会相信说，在 AI 面前人会变得更加不平等。你嗯愿意去不断的追问，愿意不断的去刨根问底的人，愿意去驾驭 AI 的人呢，就是你在玩 AI。而那些说，我不求甚解，我随便问一句，啊，这个事啊，我知道了，我再问一句，啊，这个事我又知道了，然后下次去问别的去了，那么这些人可能就会被 AI 不断的玩，对，这个可是可能还是需要引导的。这个是的，这个引导其实本身就需要人类先投入一些初始的时间嘛。那这个其实到最是，后就是对于父母的时间资源的一个比拼，谁能有时嗯，间在孩子早期学习习惯跟3观形成的时候，能够以人类的角度去人对人的先输出，或者这个相互是，交流，之后你再给他一个工具。要不然的话，当然了，这个不嗯，好说哈，不好说，这个也并不是完对，全能够这样。是。对，对，父母的陪伴肯定是很重要的，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要给孩子一个目标，你要让他去嗯完成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任务，而且是他自己想去完成的，愿意为完成这个目标去付出很多代价和成本的，对吧？还挫折，这个对，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现在的话，怎么说呢？就是上瘾这件事儿，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一代人做的恶。就是我们这一嗯代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互联网人，像我在互联网人里应该算比较笨的啊，还有很多更聪明的人，而且是互联网里头最聪明的一帮人。实际上呢，一直在研究2个问题。第一个嗯，问题叫做怎么让用户上线，第二个第问二个问题，题叫做怎么让用户不下线。不要下线，对，是的，对，而且呢，这个真的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技术人员
去研究的，而且是不是通过这种什么人类学家、什么人文学家、社会学家，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是完完全全通过数学模型，通过 A/B 测试，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数学和代码的迭代，然后最后得到了一个可以最大限度吸引注意力的一个算法，而且这个算法还在每天快速的发展和迭代。最优解。是，就是人家程序员也要回家拿 KPI 回家奖金吃饭的，但是呢，对。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作为父母来讲的话，你也要知道这个东西它是就不要挡着别人赚钱的财路，但是你也要知道你自己在当中付出了什么。其实就是说，如果这个事儿它要是免费的话，那你自己就是那个产品，其实就是需要你把人类的时间和注意力投入进来，然后人家好卖你广告嘛，然后卖完广告之后，人家那边再赚钱。这个我觉得尤其在中国更甚，因为中国的中国人对钱比较敏感。所以他一看这个东西要收费了，他立即就不去。这个最好的算法就是效果最好的，一个是谷歌，一个是Meta，都是美国。就是中国人还是在这些平台上给人交钱的人。对，因为去买广告嘛，对吧？对啊，大家去，因为但他对用户这一端就是纯免费，谷歌浏览器对吧？你谁只要打开你就能用，然后 Facebook 甚至都是免费的，但是你要这个，对，反正就是要警惕它这一点，要中间达成一个平衡。短剧刷一刷嘛也很开心，但是就不能一下子刷下去，这个玩意儿其实很难很难。是的，对。其实绝大部分的父母应该没有谷歌的这些顶尖工程师聪明，那是不可能的。对，我现在的感受就是，你就得盯着他。以前有一个这个专门做我就 follow 的另外一个博主，他是做这个金融方面的，他是一个爸爸，然后他家有2个儿子。他说现在对于这个互联网，我就觉得我就要成为我2个儿子的大脑前叶，就是前额叶这个地方。他说否则的话，我不盯着他，他是肯定就是3刷之内立即会被带走的。他说但是你如果盯着他，小男孩又是到青春期，他就又会很反叛。他说你很难说我不盯着他，但是又盯着他，所以这个很麻烦。这个尤其反正小男孩小女孩都有他们自己的弱点，都有，就是尤其在青春期期间。对，这个是我们来下一个问题吧。来看一个啊，下一个问题是说，如果 AI 最先压缩的是入门级的白领岗位，咱们就近的说啊，这个跟就业有关。那么学校现在在训练学生完成作业考高分，还是不是在训练未来真正需要的能力？您先说说。OK，这个事情是这样啊，首先，到底什么是未来需要的能力？其实现在谁也没有答案，这就是一个非常迷茫的时期。大学教授不知道，公司里的老板不知道。整个的社区里头，大家都在进行探索，到底什么是未来需要的这种能力啊？这个事儿其实非常非常难。在这一点里头呢，就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阿莫迪啊，他妹妹，因为他们是兄妹2个去创建的公司嘛，他妹妹应该有个小孩是应该比较大了吧，但是我没有具体去查，他就讲说，可能未来大家应该去学文学。或者学文科因为为什么你需要体验，需要感受？因为现在其实，在 AI 出来之前啊，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叫高认知人群很穷，或者在中国叫高认知穷人。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掌握了很多知识，但是呢，你没有体验，你也没有认知。然后这些人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在社会上去真正的解决各种问题的。就是你学再多的知识，特别是这种碎片化的知识，学了很多以后，你是没有办法去往前走的。包括咱们在学校里的这些，就是中国的学校可能会还更过分一些，就是他会要求作业呀、要求实验啊、要求报告啊、要求这些东西。就是他的实习的这个，包括这个社交活动，包括这种，就是这种团体活动的这个份额非常非常小，主要就是在完成老师给的各种各样的任务，对吧？这个或者他给你定 KPI， 其实我儿子现在也是各种 KPI，
就是每天盯着说，哎呀，我现在保研还差多少分，然后这个还可以参加哪些竞赛，然后哪个竞赛多少分，每天在那算这些东西，然后算完了以后就来计算他的时间，我可以干一个这个，我可以干一个那个。但其实这些呢就是一开始的目标其实可能就错了。你做了半天以后，他可能最后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到底是为什么做的，也不知道说，哎，我做完了以后到底会有什么改变，就是你没有这种体验和感受，这个可能才是现在要去培养的东西。至于以后具体需要什么，我觉得，现在的话可能需要让小孩，特别是在校大学的这些学生，提前开始去做 CEO， 或者提前开始去做一些艺人公司的事情，就是从头开始说，我有一个目标，我要去实现，然后我怎么去用 AI 写程序，我怎么去做出一个东西来，然后怎么去推荐我的产品，把整个的全链路让它跑一跑试试。反正对于他们来说，时间现在就是用来做这件事情的，你有没有成就也没有那么重要。对，这是我现在的看法，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在干嘛？刷 GitHub，就在 GitHub 上刷星星。然后呢，这个会给自己攒那个，攒这个东西，对这个，因为很多的叫什么呢，也会看这个东西，就是你招聘的时候也会看，而且有的时候大家其实现在也不是说直接招聘，而是上来就聊，聊完了以后发现，哎，你说的东西跟我不在一个频道上，或者说这个不在，就是大家做的不是同一件事情的话，就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现在基本上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是我这一点上，我刚才看见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有很多想说的事儿。因为我自己属于是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啊，不能说是小镇做题家，我也是个大城市里的做题家了。然后呢，这个大概在硕士之后就开始来的是美国来进行，就是我第二个硕士是在美国念的。然后之后呢，现在的小孩儿呢，他现在是全套都是美国的体系。我来说一下一个感受哈，你看这个问题啊，我当时是我们的学校是训练咱们学生在完成作业考高分，还是在训练未来真正需要有的能力？此处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个文科生看的书哈，叫《Five Minds for the Future》，Howard Gardner，就是未来的需要的5种思维，如果叫思维，但是呢，Howard Gardner 的话，如果是做教育方面的人呢，大家肯定都知道他是提出了人有8种智能，说不能说这个人会算数就说他是聪明的，也不能只说他这个语言能言善道他就是聪明的，而是人有8种不一样的聪明，像是人际交往技能啊，然后说对自身自省的技能，然后呢还有像这个空间技能，像出租车司机啊，或者说这有些人他就可以不看地图就认道啊，这个或者说脑子里就记得很清楚。还有像这个 fine motor， 就是像外科医生啊、厨师啊，我这个摆个牌他就能摆得很开，就拍得很好看。然后他老年了之后呢，这个人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这到现在还在有的时候还会讲课。然后他现在应该已经80多，快要90了。然后在他大概是70多岁之后写了这本书。他就说有很多人问他说，哎，你给我们的人的智能铺下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然后呢，那你对未来怎么看？然后他就写了这本小小的书，我来念一下。他认为啊，这本书写在比现在要早很多。是2008年写的这本书，然后他说的5种智能，第一个是就是5种思维，第一个是有纪律的，就是要或者是跨学科型的，或者是跨学科型的，这个不是这是个 discipline， 就是你要不同的之间要有跨学科的一个功能 synthesizing， 就是说你得有合成。你有合成技能，第一方面是你能把世界上的学科能够一篇就是相当于掌握不同学科体系的知识。第二个呢，你要把这些体系又能搅成一股绳，把它们发生一个化学的反应。第三个呢是创造思维 creating mind。第四个呢是 respectful mind， 就是你要有尊重，就是有敬畏心，有点这种感觉。最后一个呢是 ethical mind， 就是你要有道德的这个技能。这5个说实在的，就前3个可能 AI 还能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人类，后2个好像是人类独有的，就是你得有敬畏的心，不管是敬畏就是之前的人类知识，还是敬畏大自然。下面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有道德，这道德，但是道德就是非常非常虚的一件事儿。
我觉得反正这本书看完之后，我比较有感触的就是 synthesizing， 就是你要合成思维，你必须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能搅在一起，而且让它发生一些比较随机的，没有那么容易被预测出来的变化。这个似乎好像这个计算机比人还是稍微的差一些。然后呢，于是说我就现在讲到了，再看到我的小朋友他现在的状态。我们很多可能刚来美国的华人的父母吧，就可能或者说刚刚到西方社会的第一代移民，都会对于外国的小学教育呢感到非常的就是困扰，就是他们教的知识太少了，技能比较少。例如说乘法99这个99乘法表，他可能得要到4年级才开始，就反正美国是这样，他到3、4年级才开始真正的接触到这些。那同时，我的朋友的小孩7岁早就已经烂背如流了，但是呢，肯定啊，后来我就看，我们都是学前就搞定了呀。对啊，学前就搞定了呀，对吧？他这边他就不是这样，而且中国的小孩呢，如果按英语的教学来讲，就生长在北京的一个对于外语教学比较重视的小孩，现在的情况下，7、8岁的话，他的自然拼读基本上都已经完事儿了，然后他就可以开始念这个书了。可是我们家的小孩，他们学校呢还算不错的学校啊，就是4岁的时候刚把所有的字母学完。5岁的时候才开始拼这个辅元辅的这个结构，到6岁的时候才开始介绍单词，然后慢慢的后面来。后来我就想，那你们都干什么了呢？我发现他们在学校里面做的事情是用大量的时间来帮助孩子建立人际交往的规则，以及教他人际交往的一些技巧。例如说这个玩具，你看见别人在玩，你手里也想玩的时候，你该怎么样？老师的黑板上写的不是数学题，也不是拼写，他写的是这么一句话 ：May I have it when you're done？ 你玩完了的时候，我能不能拿着这个玩具玩一会儿？就是老师非常，就是他在4岁、5岁、6岁这3年的时候，基本上天天都在强调的是社会规则、民主原则。例如说，我们3个苹果拿出来，一个红的，一个绿的，一个黄的，我们一起来尝一尝每个苹果哪个好吃。你到黑板上来投票，我投红苹果，我投黄苹果，我投绿苹果。然后小朋友还要写报告。我们班上15个小孩，有8个人投的红苹果，2个人投的青苹果，剩下的同学投的是黄苹果。这就是民主的基本最早的雏形，就是从吃苹果开始。你看投票呗，最后我们决定说今天的午餐咱们到底吃哪个颜色的苹果。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吧，那就是他们就照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如果是这种状态的情况，那这样被教出来的小孩，他可能在人类的早期就能经过更多，就得到更多的训练。就在我们的孩子在做题的时候，他们在做人生的题，说我怎么跟其他的小孩相处，还有像公共演讲能力。他们今年是9岁。花了基本上是1整年的时间在做一个 project， 就是你来模拟一个名人，就是你假设我就是这个名人，假如我们家小孩抽到的是 Oprah Winfrey， 就是那个黑人老太太，然后呢就欧普拉那个谈话节目的女主持人，然后呢她抽到那个之后，就是你要从符道画上把自己先装成那个欧普拉，就完全你要穿她的裙子，戴她的那个大假头套，然后呢用 AI 做出你的海报。然后呢，再研究他的一辈子的这个生平，然后呢，再做出一个演讲，说假设你就是欧普拉，你向别人来介绍自己的话该怎么办？然后他们的科技老师还给他们做了一个灯，假设自己是个蜡像，最后他 present 的那一天就在学校的大的这个体育馆里面，假就这么站着，然后别人如果按了一下他前面的那个按钮，那你就变活了，然后你就开始说啊，我叫 Oprah Winfrey， 我的一生是怎么样的？我小的时候在哪儿长大？我经历什么磨难？我什么就开创了自己的媒介帝国，怎么样？然后讲完之后，你就回到原来那个姿势，然后所有的小孩就一个操场，就一个大体育场里面站满了20多个小孩，都在那儿自己在那儿，有的人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有的人是什么，就反正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发现他们花的时间都是花在人身上，这个我估计用这2种方式教育出来的小孩，在未来的话，他的这个思维的模式可能会很不一样，是的，对。但是呢，现在在国内有一种很奇葩的说法，就是
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到了就是很多人到中国参观了以后呢，发现我们培养了太少的工程师，就是他觉得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工程师，因为中国其实有一点跟美国是有巨大差别的，就是美国其实基本上是律师治国，就是像特朗普这种就是商人治国的不多，大部分是律师治国，而中国呢，其实至少从建国以后吧，基本上是走的工程师治国的路子。是的。而且呢，我们整个的教育都是在向工程师方向发展，即使到现在，美国科技公司里的这些 AI 人才，也有相当一大部分比例是在中国接受工程教育出来的，可能还有一部分是在加拿大和印度接受工程教育出来的。而美国人文教育出来的这些律师呢，他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到底在干什么呢？这个他们可能也有他们的位置吧。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对，不是他们是在玩人，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是这样的，就黄仁勋去批评这个阿莫迪说，你们这帮工程师出来的人，就觉得自己是上帝了，对吧？其实工程师出来的人是这样，就是当你学工科学到一定程度，我们完全没有接受或者只接受过非常非常少的人文教育以后的话，是特别容易自大成狂的。就是我们就觉得我是上帝了，我就觉得我可以那个什么，因为我也伺候过挺多老板的，就每一个老板在一段时间里，他就觉得自己是神了，对吧？这个其实是很神奇的，而且现在的 AI 还确确实实给了他神的权柄。是的，这个我觉得不矛盾。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理工科人才，然后无论是计算机、生物啊，还是什么航天啊之类的，一般情况下，以我的观察哈，就是你可以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然后拿着不错的工资，在很棒的这个厂子里工作。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想变成像乔布斯啊，或者贝索斯啊，像这种人的话，这种人他绝对不是一个情商差的人。就是当然，乔布斯属于就是他肯定在某一些地方，即便他情商很差，他差的也很有魅力，就是说有这种人，就是一般情况下真的能奋斗出来的人，基本上全都是文理能够兼修的，有的时候是故意兼修，有的时候是非故意兼修，但是他都会是这样。但是呢，当然这个问题是文理的本身的权重就不是非常的平衡，因为一个文科生，假如说我是一个律师，然后你让我去写代码，那我不会，就是不会，对吧？但是如果一个这个代码写得好的人，但是律师的话，那你下载一个 skill 的包，可能你就是个律师了。但是这个事情有这么一点哦，有这么一点，咱们就拿律师做一个这个比较。你可能会非常熟悉法典，然后现在 GPT 呢也可以给你去起草很多的文件，但是如果是一个有从业25年就是从业25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律师，这个法庭今天是哪个法官，他的脾气是什么样的，他几点喜欢喝那杯咖啡，如果这个杯咖啡他没喝下去的话，这个案子他就容易非常的暴躁，他会判得更重一些。另外一个律师，我知道他最近小孩刚出生，家里边事情很多，是吧？然后那么他可能早上9点多的时候是精神最好的。如果我替我的辩护人，对吧？我给我的这个客户要去辩护的话，我会去约他早上9点那一场。这些知识是 GPT 压根儿就不知道的事儿，而是必须是一个人。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去买律师的服务，我们真的是去买他的法律的这些文本吗？我们是买的他对其他人类的知识。只有这个律师能把这件事办完，其他的律师也凑合能办，但是他可能就不可能像这个这么的高效。当你发现有一个人他在这个地方真的待了这么久，甚至连法庭的看大门的那个保安他都知道谁谁谁什么时候值班，这个就是人的价值了。所以我现在也是非常的矛盾哈。那个在基础的知识上来讲的话，那计算机包括像 AI 肯定是要碾压的，但是这些小事情以及必须用时间积累出来的一个碳基生物和另外一个碳基生物之间的关系，这还一时半会儿还很难模拟。对，所以我们一开始讲的说，人现在学了很多知识，但是缺乏感知和认知。
这嗯，就是 AI 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所以你刚才讲的都属于是感知和认知的部分，而这个这些中国的学校里边儿这种填对鸭式教育，其实教出来的很多都是知识。对，因为这样的话，它测试起来最方便嘛。因为我对，们人口基数大，怎么测试嗯，方便就怎么来。那选择题对，比较测试方便，拿答题卡刷刷刷刷刷就好了。那主观对，题就是麻烦呐，对吧？那他就就不愿意是麻烦，测主观题，面试他更麻是，烦了，对吧？那你我还得看着你一个一个来，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就是也是非常无奈，就是人口基数过大，然后其实大家在广泛的范围内还是要求公平，于是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中国小孩是，儿最擅长的关系是一个人和一张卷子的关系，他不擅长人对啊，跟人的关系。对，好，是的，我们要所不然再看以咱们还下一个。哦，是就是一上来说这个学生之间的关系最简单，因为你们只有名次之间的差别，其他啥也没有。这就是中国的特点了，这是非常中国的特对，点。美国的小孩儿那，哇塞，对于我这种就是 INTJ 中国教育出来的这个头脑比较简单的女性来讲的话，简直了。我就觉得是嗯，我就完全他们的人际关系在我看来就很复杂。我现在就像一个 AI 一样，在学习他们的人际关系中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规律，是有规律的，绝对嗯，有规律。一般情况下，我给他们说嗯，出来这个规律，他们都会自己觉得，哦，原来我们是这样的吗？对，他们就是这样的。然嗯，后好吧，没事儿，学呗，学呗，嗯。嗯，好，我们我们要不然继续，看第三个问题。对，好，第三个问题说的是这个阿莫迪说，新人岗位可能被 AI 冲掉。黄仁勋说，哎，其实刚才咱们已经说到一下，AI 会创造更多的是。工作。如果他们都对，那么中间代的小朋友这个孩子怎么样过渡？嗯，首先要讲一点啊，就是黄仁勋讲的 AI 会创造更多的工作，其实是，呃，蓝领，是给他的机房接水管、接电线的人会需要很多。其实蓝领是相对来说比较难被替代的一个阶层，因为它需要，嗯技术的积累，需要现场的判断，需要进入到不同的场景和环境中去，需要去面对各种新的问题。因为 AI 最擅长干的活儿是解决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重复性的事情，而蓝领其实经常需要去处理一些，就是超出一定这个范围的事情啊，这个是一块儿。而且呢，在这里其实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必须要由人来去做的事情，就是现在在中国其实有一个新的流行叫板前，就是日嗯，本不是那个 omasaki 是吧？是应该叫这对，样吧？就是在现场给你做。他们就是板前嘛，就是一个大嗯板子，然后你坐在这儿吃，然后那个人在前头给你去，切鱼啊，给你捏饭团啊，给你捏寿司啊，去做这个。现在中国呢，现在在把大量的中餐也变成板前，就是嗯你坐这儿吃，然后他在现场给你片个鸭子呀，给你处理个东西啊。现在甚至还有叫板前的茶室，现场给你沏个茶。其实咱们去喝功夫茶，基本上也算板前嘛。嗯，就是这种的话，就是必须要人，你上机器就没有价值了。对吧？所以可能是，未来的主要的工作，我觉得跟现在不太一样，会分成几类吧。第一类就是蓝领和板前，第二类呢就是这种就是可以指挥一堆的 AI 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嗯然后第三类呢，其实还是要去帮助所有人重新去建立连接，是，对对对，这个很重因为要。人跟 AI 连接了以后，会有很大的问题，会让整个的社会形态发生崩溃的。是的，它就会变成原子化了嘛，一个人一个人自己玩儿了。对，对，因为他，我现在问我儿子，我说你这个嗯哼，上大学了，这个有小姑娘漂亮没有？有没有这个感兴趣的？太麻烦了，没意思。后来我说，那他就你的是没有同学呢？得到过之前的训练，对吧？你大学的、对啊，高中的时候没有得到训练，然后你就觉得大学那个时候叫早恋啊。对对啊，但是就我再回说一下，不是说鼓吹美国的学习，但是美国绝对得有他的问题啊，OK。但是他们16岁就先来一次小毕业舞会，初中毕业舞会，
18岁在一次高中毕业舞会，就是他虽然不教你太多，但是知道就是说男孩子得到女孩子家去接女生，女孩子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人看美剧里面非常典型的，从那个楼梯上走下来，让男生穿着西装革履在下面傻呵呵站着，哦天哪 ，High School Sweetheart，然后两个人开车去走，然后怎么样，就这些类似于，其实就你如果传习一下的话，就是欧洲宫廷的时候，这个其实中国也有什么及笄礼啊，就是你差不多到这个岁数了，你可以去认识异性了，然后你是有一套社会上已经为你铺好的一些礼仪的准则，然后让你这样去交往。中国现在就是大家都为了去这个考分儿，所以别人说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这个甚至觉得是存天理什么来着，灭人欲是光荣的一件事情啊。那最后那后边就大家就束手无策啊。然后这个最近还有就是说个跑题的事儿，今年的高考题里不是有一个恋爱脑 Emily 的故事吗？说一个女孩读后续写，说一个女孩说这个要到加拿大找自己的男朋友，然后是什么不远万里买了一张特贵的机票，然后到了加拿大还下大雪，下大雪之后还要硬开车去，然后这个在火车站碰见了，这车站碰见了什么加拿大老夫妇，说你还是坐火车去吧，然后就风雨兼程坐着火车非要找加拿大男友，就是然后问你，请问他坐上火车之后发生了什么？底下这帮女孩子们就疯了，说恋爱脑啊，神经病啊，干什么做这种事情？就是现在的孩子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就是没得什么说了。所以，哎，我就跑题了。然后呢，对，我都忘了刚才跑题跑到哪儿去了。于是没事，就是他中间哦，对，刚才讲到的是中间必须有人来做这个磨合。是的，这个谁能把一群人撮合到一块儿去？这就是一个在社会学上叫做 social node，一个社交的一个大点，这个节点就很重要，非常的重要。作为一个文科生，我其实不属于是那种就是特别喜欢出去社交的，但是我生存技能之一就是我比较能看出谁是一群人里的社交节点，我就只结交那个社交节点，有了它你就通向了全世界。所以呢，就这基本上属于这样。但是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了的，有些人他就是天生就是社交节点的性格，对，但这种人以后就会很能赚钱，这个商机无限啊，对，是，因为虽然现在一个人指挥一堆 AI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然后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像 YouTube 呀，像比如 Discord 呀这样的平台帮助大家去进行匹配和协作，但是呢，总是有很多的事情一个人搞不定，或者这个里头需要一些特殊的领域知识或者特殊的这种领域专家的时候，你搞不定。那么怎么能够让人重新建立起信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协作，这个可能是在未来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或者说会有很多的创业小团队、创业小公司在这里边会产生出来。是，而且就做那个摩擦，它的这个摩擦的中间的那一段。对，是，所以呢，我觉得像现在讲到的说，阿莫迪讲的是新人岗位会被 AI 冲掉，而黄仁勋讲的其实是另外一件事儿，就是他讲到说可能会多出很多蓝领来啊，或者说需要一些医生来读片子，这个两的其实讲的不是同一批人。我们现在比如说就讲这个新人白领吧。新人白领呢，他们原来是到公司里边去，先从实习做起，先看别人怎么去做事情，然后再犯错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积累经验。现在的话，这个过程就没了，对吧？你可能就需要在上学的时候就完成这个过程，跟 AI 去磨合，然后去完成一个事情，把这个该积累的经验把它积累起来。这可能就是现在大家要去做的事情。你不能再像以前似的，这个睁着清澈的眼睛，然后就直接离开大学，这个事儿是不行的。是，因为以前可能大家都比较就全靠性格，还有家庭的养育以及自己小的时候的环境。有些人可能就是从小就是社交，家里边比较重视，或者爸妈就是这种人。现在的话，我觉得学校可能就有必要去教他们了。这个话你要怎么说？
然后这个假如说你去应聘啊或干嘛，你的衣服要怎么穿，然后握手是怎么个握法，然后之类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你得掰开了揉碎的告诉他，否则的话，你全靠他家庭影响。这个其实很不公平啦，就是我觉得以后的更加的公平，就是说你得教人跟人相处的方式，而并不仅仅是人跟一张纸的方式。可能真的是很难，因为 AI 是不会拒绝，而且永远讨好，对吧？然后你说我跟个人交流沟通，还不要说给他花钱，要猜他心思，跟他吵架，你光是这个两个人的摩擦这个事儿，就比 AI 烦多了。对，但是我觉得，对，在文科方面啊，就是我的小孩他们学校也有这个情商教育，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会有摩擦，会有不高兴的时候，你会接受，你会受到批评啊，学生可能会说一句你不高兴的话，但是你也要表现说你刚才说我这句话伤到我的心了，就是他会教小孩说，You hurt my feelings，你刚才说我这句话。你伤害到我了，就是你要把这句话说出来，你伤害到我了，就是尽管对方可以接受或者不接受，但是你要把这句话说出来，让对方得到一个反馈。还有一些呢，包括说人跟人之间可能会有一些摩擦，但是人跟人之间好的时候的那些快乐也是机器给不了你的，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例如说拥抱啊，然后这个之间的，像他们每年的年末都要有小朋友要互相写一句。就是赞扬别人的话，就是他一大张纸哦，就是班上所有的同学的名字都写在那儿，然后说你要给每个人都写一句赞扬的话。哎呦，等一下，我去给您拿过来。它是有实物的。这是去找那个实物了。来，这是就是这是一个杯子。它这个杯子就叫做善意的杯子，然后呢，杯子里边呢就是小朋友互相写的小纸条，然后呢，例如说这个是它上面有我们家小孩的名字，然后就说你非常的幽默，你呢总能让我笑起来。然后呢，这个小孩就这个是你也不知道是你们班上哪个同学写，都是匿名写的。然后你的杯子里就有一大堆的这个小纸条，18、19个小纸条。然后呢，当然我们家小孩也要给别的同学写，然后老师就会把每个纸条裁下来放在这儿，然后呢给你盖上个盖儿，然后还给你放在一个你自己讲，我们家小孩比较喜欢猫，放在一个袋子里边，让你学期末的时候带回家。然后他就会一个一个看，说啊，大家在1年当中都说了我什么好话呀，然后他就很开心。然后他们就是你贯穿着各种各样的，我们在原来的新东方我们的那个团建的时候也做过，这个节目叫做说说别人的好啊，这个中层管理层要坐在一起围着一个圈说说彼此的好，对吧？就是同样的团建，所以好吧，反正这各不相同吧。你看这玩意儿，我在小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给我写过这个，我们都是偷偷的在写这个，你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啊？这个算是说的比较文雅的一种方式了。哎，对，你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其实我们就是从小学的都是，无法对你的升学做出改变的任何事情都是浪费时间。对，生存的压力嘛，我觉得一方面是生存压力，还有一个就是上升通道的过于狭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观念上对于其他的可能本身是带有一种鄙视的，就是说这个人他做菜做的再好，你也觉得哎，给人做菜的，对吧？你那个人剪头发剪的再好，你说你就是个剪头发的。就是包括那个人本人他自己，你也别拿他当傻子，他也知道这件事儿。虽然说我是个大厨，可能别人请我到家里面去做一摊菜，可能一个晚上我能赚3、4万，但是我也觉得我不如你那个别人，他自己也知道这件事儿。所以这玩意儿就是你得打根儿底下去，那你这样的话就撼动了中国的这个什么货卖什么学得什么艺，货卖帝王家，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嘛。对啊，咱们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对啊，对，所以这个事儿那就没下文了。美国他从来就没有这件事儿，美国从来就没有事儿，就是什么 you can you up 是吧？就你行你上，不行别瞎逼逼，就是他们就干脆是说咱们就
就拿事儿说话，但是他们有另外一点，就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可能会比较更重要，就更重视钱，就是咱们就拿钱说话。反正每个社会它都有自己的这个所谓它都要找到一个共同的等价物来衡量嘛。那美国这边就是拿钱衡量喽，我不管你是什么哪个国家的移民，然后你是领养来的还是什么根红苗正的，你爷爷是不是在五月花这个号上来的，我都不关心，对吧？你现在能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能不能通过交换给你自己产生价值，你是不是好好上税了，基本上就是这些，然后大家就直接能说话了呗。是，对，所以真的是非常不同。而且还有一点，我再多说一句，就是美国跟中国对于公立学校的教育的看法在根儿底下可能就不一样。美国的公立学校一般就是就它最早的公立学校体系应该是福特吧，还是反正是跟造汽车有关，我具体忘了是哪一个人了。他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人进到工厂来打螺丝，但是呢，我们现在的普通大众的教育水平还太低，看不懂这些报表，看不了这些图表啊之类的，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些基础的教育，以至于他能够进厂打螺丝。那当时呢，就是这几个汽车制造厂的大厂，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游说，通过了美国的公立教育的这个进程。美国公立教育其实说，它从开始就是来制造合格的产业工人的。那么在你就是说，这是一方面，这纽约公立教育，不是纽约，这个美国的公立教育是相当现代的事情。但是美国的私立的学校，例如像哈佛，是在我看是什么时候啊？中国明末清初的时候就已经建立的，它是在美国建国之前就已经有哈佛了。那这个意思是说，精英教育的体系从来就跟公立学校不一样。可是我们国家有的时候会把公立学校就认为是精英教育体系，你就是走这个仕途，然后把高考就看成像科举一样的。其实科举更应当说的是公务员考试。那其实我们有像咱们之前提到的，就是说这川普要斗指一下，然后马斯克要斗指一下，就把这个教育部能够给他铲除。原因是美国压根儿就没觉得教育部它是个事儿。他就没觉得这是个事儿，他觉得你如果想经世济民啊，你有远大的抱负，你要干嘛？你去私立学校啊，公立学校就是产业工人的地方啊。你如果假如说你是福特公司，你自己去办学校好了，你去制造你自己的产业工人，你们自己去做职业培训就好了。我干什么？作为联邦政府，我要划出一笔钱来给你们这群这个商业的机构来制造你的产业工人呢？所以它的底层逻辑就压根儿不一样。我们有时候从中国会看，哎呀，天呐，连教育部都不要了，那你这不就太不重视教育了？不是这样的，他不是不重视教育，精英阶层一直在非常的重视教育，但是他们一直要决定要把教育放在自己的手里，他不愿意找一个大一统的政权来干涉我怎么教我自己的小孩儿。这个事儿是跟咱们完全不一样的，对，是。好，我们再看看下边的问题，然后要不然第4个说，这个过去年轻人靠第一份工作慢慢积累经验，如果企业不愿意为新人试错买单，孩子从哪里能够获得成为专业人士的机会呢？哎，这个是非常现实的。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美国那种大学实习制度还是挺棒的，因为我在盛大的时候接待过美国大一的学生来实习，就真的啥也不会，因为大一嘛，还没分科呢，他们就是连自己学什么都不知道呢，就跑来了，然后就跟着我们混呗，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混一混。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失去第一份工作呢，其实一方面是 AI 在替代它。但是呢，是很多公司把 AI 当成了借口，更重要的原因是公司自己混得不好，就是他自己如果是在快速发展、有明确的方向的话，他们依然会有新的职位给年轻人，就是不要什么上来都怪 AI。是的，是的，对，这个很有可能，这个非常的有可能。我来说一下，就是我知道您那边讲，就您接着讲，我先对，我再接着说吧。
然后另外呢，其实像我原来上班的时候，就是在做投资的时候，经常会到大学里面去给他们嗯做这种创业比赛呀，做各种的这种年轻人的创新的这种比赛啊。但是呢，我也当时跟他们讲得很清楚，我说其实年轻人创业的失败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是要比可能在社会上混了很多年的这些人还要高很多。他说，但是我又来干嘛来了呢？是吧？你说我跑这儿来，我不是说为了坑你们，对吧？第一个就是他们有无限的时间，就是他们可以去试错，用这个时间去试。第二个呢，就是从投资机构的角度上来说，包括从公司的这种战略投资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需要新鲜的想法，需要没有被污染过的想法，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对。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人员的筛选，如果说，你在创业的过程中，或者说自己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中，可以克服很多东西，可以有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想法，然后可以做出一些让我们感到惊讶的事情来，那么他也就得到 offer 了。所以呢，就是还是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年轻人不能，很天真的、傻呆呆的这个进到公司里去了。这个事儿肯定是会比以前难啊！即使是经济变好了，公司都很有前景了，它也会变难一些。他还是要在大学期间积累更多的经验，做更多有意思的事情。而因为现在 AI 上来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把人试错的成本降低了。原来比如说他想做个游戏，他做不出来。对吧？你需要美工，需要这个程序，需要分发，需要很多这些东西，你才能把这事儿搞定。你没有一个至少是5、6个人的团队，根本搞不定这件事儿，对吧？这还是很小的小游戏，就是独立游戏。你要真做一个这种大游戏，3A 就算，3A 那东西都是这个花大钱玩出来的东西。那而且3A 游戏呢是，就是除了花钱之外，其实它那个东西跟好莱坞电影一样，它是一个很工业化的产品。就是非常工业化和工程化的产品，这个原来搞不定，那现在有 AI 了，那这个就是说，你至少在独立游戏的这个程度上，个人是可以搞定。你说我现在想做一个3A，现在可能是有个5、6个人或者10来个人，你也是可以搞定的。对，所以呢，就是要利用整个的试错成本降低的这个过程，让他们尽可能的在有家长交学费的这个期间，把这个事情呢多试一试，然后试一些像我们这些老登从来没有想象过的这种方向，而且呢是试一些他们这些年轻人有可能需要的东西。对吧？我在这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吧。这个原来我们投过一个案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男女匹配啊，实际上也是这种谈恋爱的案子。就这种案子还是最挣钱的嘛。然后呢，这个当时我们因为已经投了嘛，就想把这个案子推出去。就是投资人都是这样，就是我投好的案子我要把它卖掉。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案子推荐给了一个上一层的基金，也不叫上一层，是更后一期的这个基金。然后他们的一个这个大概也是跟我现在这个岁数差不多吧，40、50岁的一个中老年的老登，然后就上这个平台去试了。然后试了以后呢，然后对，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我怎么匹配了半天匹配不上呢？我匹配了10个人，匹配了20个人，我都匹配不上，好吧，对吧？你们这个产品有问题，没有照顾好，因为你匹配不上以后，人员就流失了，这个事儿肯定是不对的，你这样的产品怎么会有留存呢？然后当时我一听有道理啊，我就去赶快把这个，应该也是个90后吧，这当时还算年轻人啊，我把这个创始人叫来了，我说你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匹配不上啊？这个用户留存怎么样啊？他说你这个思路是错的。对吧？他说像我们这种交友软件，只有女性用户是核心用户，男性都是可以被忽略的，所以我们只重视女性用户的体验，男性用户的体验是不被重视的。啊，我说然后呢？我说那个，他说是这样，就是我们只去给女性用户匹配帅哥，或者是给他匹配付钱的人。
因为我们需要付钱，这个它项目是需要这个运营成本嘛，所以我们只做这2件事儿。如果一个像我这样的，比如说老登啊，这个油腻老男人，既不付钱，还在那刷来刷去，你就永远也匹配不成功，因为你如果匹配成功了，就会损害它的核心资产，也就是女性用户的利益。因为像他这种平台里头，没有女性用户就没有男性用户，必须要有女性用户才会有男性用户进来，对吧？所以他，哎，我说有道理啊。他说对，这只有年轻人能想明白，像你们这种老登永远想不明白这件事情。是的，这个再说个题外话，这个美国它现在这种交友软件，基本上它就是肯付钱的都是女的肯付钱多，就是女的既是女的且要付钱，他就想找到这个，因为女人认为就反正我是女的，我说这个没关系，对吧？男的说这个就不行了，女的就是说她认为这是个投资，我希望能够向上社交。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软件就是咬死了这群就是心术不正想这个置换社会向上资源的女人，对。然后那好，那你就一年2000多美元，一年6000多美元，我给你 set up 12个 date，12个给你介绍12个男嘉宾。然后他另外那边呢，他就找大学生里边那些帅的好看的去演男嘉宾，跟你去吃顿中午饭。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常规会以为这种软件会骗男的，但其实它就是真正肯花钱被骗的是女的居多。这个是，反正就是女的居多。哎，国内现在两边也都有，但是呢，这个骗女嘉宾的呢，基本上就是给你叫什么 A8局、A9局，就是你的资产是8位数还是9位数的，是的，对吧？然后每一次来了，可能就1个男的或者2个男的，然后坐一屋子20、30个或者40、50个女生，这个都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然后骗男生的呢，其实基本上是这种荷尔蒙局。对，反正就是各有所好，各有所好，对，各有所好，对。哎，然后我关于这个第一份工作的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我其实也想问问，现在有些人可能在现场也在看，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不知道范老师怎么样，就是大家找到自己人生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是靠什么找到的？我给大家提供一下我的这个过去啊，就是我当时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正式给我上劳保啊，然后全职工作的话，是我当时是在港大念这个新闻学。然后呢，我就觉得不行，我觉得我中文也不差吧，对吧？我就英文也可以吧，对吧？然后呢，我就到处投简历，因为港大它有时候也会收到一些大型的这个像《华尔街日报》啊、《纽约时报》啊，什么各种电视台啊，他们也会特地的要投给港大，说，哎，我就想招港大的学生。我觉得这个小小的池子已经够精英了，就是已经人数也少，而且大家对港大这个牌子也是有这个认知的。我这样来去投简历的话，应该是可以了吧？结果呢，发现就是无一命中，没有一个命中的，就是有几个会请我去聊天，但聊完天之后聊了我觉得我聊得还挺开心，我聊得开心没有用啊。后来发现不对，这事儿就是不对。后来我就问我的那个系主任，我说我找不着工作，我烦死了，我每天回家掉头发。然后他说你会什么？我说我会讲中文、英文，我都讲得很好，咱们这玩不就是这个吗？他说你现在在香港，你连粤语都不会，你中文、英语会讲又怎么样呢？你真的很了解香港吗？对吧？你那些棚屋什么你去过吗？那什么地方你去过吗？人家这些外国的媒体，他就希望说一个本地人能去干他这些脏活累活，去他们去不了的地方，你愿意去吗？你是不是也想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去就是整理一下新闻啊，当一个 OL 啊 office lady 啊？我说那当然啊。他说你如果这样的话，人家缺你这样的人吗？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的人，耶鲁、哈佛毕业的都有，你港大毕业的，你以为你自己了不起？我说后来呢，我的人生第一份工作是我的电视新闻那一堂课的教授的老婆的闺蜜，恰好是北京 CBS 办公室的亚洲区大老板。也就是说，我这件事情给我人生的一个巨大的，就是给我上了一课，就是你自己的能力在文科界啊是非常非常能够议价的一个事儿，就是说你好你就行，说你不行你也就不行，而且这东西是极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你可能一秒觉得我在北京我很厉害，但是你到香港你就什么都不是。最后发现有人的地方就是有江湖。
就会要看你的对，社交的圈子，以及这个对，人和你的，你看，我就想说，我和我的教授关系可能也就是1年的关系，对吧？他在那上了1年课，但是他跟他老婆的关系多铁呀，他老婆跟他闺蜜的关系多铁呀。然后我就是利用了他老婆以及闺蜜这2条比较铁的人类的信任链，获得了我的第1份工作。我是真的很牛掰吗？不一定。当时应聘北京 CBS 这个工作的岗位的人有8个人，里边有3个北大毕业的，2个北外毕业的，而且是本科毕业。他们英语真的比我差吗？不一定的。但是我当时的第1任老板的闺蜜的老公说的话，就比他们直接投简历说的话就会来的分量大。这件事情给我整个人生都造了一个底调，就是说，还就是人他娘的就是得混圈子，你就是要有得关系。混圈子，你而且不可能的，就是说。而且尤其有的时候你已经到了某一个，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啊，这个人他业务不行，只会混人际关系。其实这种人还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情况下，你们俩的业务真的是一样好，没法比较的，没太大差别。对，那另外那个他又人际交往能力强的话，那他这个比赛就没有悬念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小朋友们现在如果要找工作，还是要增加人际技能，是真的是需要的。就无论你是文科、理科，是这样的。对，我觉得在这点上咱们还是很像的。当然了，我跟你可能有一点特别大的差异是什么？就是我在找工作那年是95年，然后那个时候呢，大学生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这个我那一年是中国第1年不包分配。哇，那是中奖了，哎呀！以前都是包分配，也可能是好消息，是吧？对，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呢，大家其实在快要毕业的时候，大家在头疼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当时讲的是只有这个学习到前几名的人可以自己找工作，剩下的人要服从分配。然后呢，到我们那一届突然说，哎，不用了，你们都可以自己出去找工作了。然后我们觉得，哎呀，好棒啊，这终于可以自己出去找工作了。对，当时特别神奇。那个我就跑出去，当时也是递简历、面试，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生很稀缺嘛，所以呢，就是我基本上面试过的地方都说你来吧，我们都愿意要你，对吧？这个还是就是那个年代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最后我去了哪儿了呢？是我爸爸的同学，又是一个圈子的了，对。也是一个圈子，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混的那个圈子叫清华子弟，就是我没有考上清华，但是我爸爸是清华的，然后呢，他的同学呢在清华里边精密仪器系下边做了一个公司，当时那公司叫金盘公司，后来被同方收进去叫同方光盘，所以呢，我们混那个圈子周围的人实际上都是一拨人，因为当时我去在没有决定去这个公司之前，也去面试了好多项目嘛。人家上来也问说，哎，你大学毕业挺好，然后呢能做什么，然后怎么样，然后也会问你家里是做什么的。一看，哎，教师家庭出身，挺好的，来吧，对吧？他也会去看你整个的这个一个家庭背景。最后这个说，那当时因为去公司是一个很时髦的事情。当时我那个年代是很多大的这种机构里的什么处长啊，什么这帮人都要下海经商的一个时代，对吧？所以大家选了一个公司去混。他是往商业，就是往自由的那边走的，对。现在大家都想往稳定的这边走，对。对，是，对。现在所以我觉得第1份工作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是认同的。所以说，为了第1份工作找到工作，一定要从小就开始锻炼各种人际交往的技能啊！这尤其要到大了之后，我小孩最近不是在找这个家庭教师，然后我给他，我就由此来面试了好几个做这个电脑动画的大学生，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个工作要想这个出人头地，你得怎么办？4个人面试当中有3个都说要得去洛杉矶。要去好莱坞，你人得先在那儿，你在了那儿之后才有机会你去跟别人social，因为他说我们画这点东西谁不能画呀，谁都能画，但是你人在不在那儿，然后你去人家的那个工作室里边，人家觉得啊，哎，你这个人是不是那种我们画完就是之后，哎，下了班4点多钟咱们可以去
去喝个啤酒啊，聊聊天，是一个相处愉快的同事。那你就有机会能够进到皮克斯，进到迪士尼。那你如果你人都不在那儿，你就硬凭说啊，我有创意，我画得好。其实说实在的，没有谁比谁好那么多的。就是你对于普通人来讲，你就是得把你的真身放在那儿。哎，是不是有人说有回声？怎么回事？对，是不是你那边我这边有回声？哎，好奇怪呀！那我看一下啊。就是你最好是用一个耳机来去收听，或者是来，我去其实找一找。也还好吧，咱们继续。好。然后咱们再看下边的问题。我来看一下我这边。第5个。对，第5个 AI 时代，家长还应该问孩子将来学什么专业，还是应该问孩子能不能带着 AI 解决一个真实问题？是应该问未来学什么专业，还是 OK？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在中国受教育的这些人回答这种问题，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像咱们都是高考的时候你就分文理了，对吧？高中的时候你就分文理了，然后考上你就分专业，甚至那个专业还分得很细，对吧？我记得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你看，说在中国他是教机械的，说我们分机械是分什么建筑机械、纺织机械、什么餐饮机械、什么石油机械都是分开的。说在美国只有机械。”然后呢，你到了研究生，到了后面你才去分这个东西，咱们是从头就开始分得很细，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就是美国，因为我见过一些美国上大学的小孩，他们就是大一就没专业，通识课。在国内，你比如说像上纽，这个就上海纽约大学和那个就是一些就是国外的大学，在国内办的都是第1年是不分专业的，就是上通识，上各种东西。因为你在叫什么呢？高中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喜欢什么，所以我觉得可能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分专业这个事儿呢，是可能要更晚一些。现在的小孩真正要学的不应该是什么专业，而是2个问题。第一个，我喜欢什么？因为喜欢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可以帮助孩子克服很多困难的。因为你最后还是要去解决困难的问题嘛。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那这个过程就会更痛苦一些。喜欢的话，可能还可以走得稍微远一点。那么第2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像你刚才讲的要跨学科，而对于我来说，就是可以快速适应变化的能力。因为以后的话，变化肯定会非常非常快，非常非常多。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毕业了以后呢，跑去日本。到那边去给人做程序员。程序员其实是这样啊，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说我学会一个什么语言了，然后学会一套东西，我就一直干这个，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经常每接到一个项目，会学一套新的东西，就是这个项目要求用这个语言、这套系统这个套库或者是这个技术去做，然后下一个项目就是完全新的一个东西。所以呢，我们需要在每接到一套项目的时候呢，去有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再去干活。对，程序员的这个工作是这样的一种工作。他就后来讲说，他们就是做不同的项目，然后做各种各样的积累。这个可能就是未来小孩的一种这个生存方式。他可能在 AI 的面前，他们学习的过程会进一步的缩短，而且学习的跨度会进一步扩大。那么去不停的学习各种各样新的东西，去解决不同的问题，这可能是未来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呢，打好基础学好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有感知、有认知、有体验，这个可能要比你选一个什么样的专业要重要的多。是的，我同意。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跟范老师的意见是一样的，就直达最后一个目标，对吧？你就是说，像很多像以前那个有一个叫什么一个美剧叫 Silicon Valley， 就是硅谷嘛。然后每天说we want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我们想把世界变更好，每天都觉得是我们要把世界变更好。
那以是前我们认为说把世界变更好，是你要上学进大厂，然后那个为了这个老板的一个大的指标，对吧？然后我们把世界变更好。但是现在的话，是不是你16岁就已经可以把世界变更好了呢？搞不好可以啊。你这个画一幅漂亮的画，做一个有趣的让别人有感知的动画片，或者说你就设计一个很好用的手提袋，同学们拿着它去这个上学非常的方便，对吧？那还有一些更小众的市场，假如说我就打冰球的，那我冰球的这个帽子是不是想设计的另外一个样子？那以前的话，这个小孩他没办法自己做成的。现在他如果感兴趣的话，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软件，然后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联通，对吧？你都可以搞不好自己能够，哎，先去卖20个头盔，对吧？或者卖20个小手袋，这些都可以。是，所以早点让他就干脆就是你想干什么，早点踢咱就干。踢下水，早点踢到社会里去。但是有一个特别令人寒心的问题，就是我发现中国的小孩不敢去喜欢自己真喜欢的东西，他总觉得爸妈让我喜欢这个，或者说老师认为我应该喜欢这个，这个真的是中国的高净值人群吧，或者说是他们这个英文叫做 high achievers，就是高成就人群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它有一个叫做 out self， 那个字就是英语里面就是必须应该的那个字 out self， 就是我认为我应该成为的人。就这个东西一直是中国教育出身的就是高级人才的一个巨大的包袱，他认为我应该这样，就是你得把它扔掉。对，我想干嘛？这很难，这个很难回答。对，好，是。我们看时间有点这个晚，咱们要不然再先建立下一个问题。您这时候还有什么需要再补充的，还是我们先可以下一个问题？没有了，继续。然后呢，说这个学生已经开始在用 AI， 学校还在讨论算不算作弊，我们应该禁止孩子用，还是教他们用，还是用的时候来保持判断力和诚实？这道题比较简单啊。这个题特别有意思啊，因为我原来有一个朋友叫王书义，他呢是天津师范大学的教授，带研究生的。他们呢其实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呢，如果学生用了 AI， 你不让他用呢，你其实是在开倒车。如果他用了呢，你要用 AI 去改作业。最后呢，就变成了是对呼，就是谁都没上心，谁都没有真正的去看看学生到底写了什么，谁都没干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呢也不对，但你如果学生用了 AI， 老师去认真看呢，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啊。咱们还是讲我们软件圈的问题吧，就是现在软件因为有开源软件嘛，开源软件呢有一个过程叫 pull request， 就是我们改了你的这个错误了，然后我会推上去，推上去以后呢，我会请求你来看一下，如果你觉得 OK 了，比如说这个仓库是属于你的，然后你去把它合并进去，这个过程叫 pull request。但是现在因为有 AI 上来以后呢，这个 pull request 的这个量特别大，看不过来，就是这个人根本看不过来。那包括现在这个这些杂志社什么 SEC 什么这些杂志社。那编辑也看不过来，因为大量的 AI 论文冲上来，对吧？这就是一个新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王书义他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什么样呢？就应该是说用肯定还是要用，但是呢，用 AI 以后，甭管是对于学生来说，还是对于老师来说，都有非常高的要求，就是要比以前要难得多。就是之所以有老师不愿意让学生用 AI， 是他自己想偷懒。因为你一旦学生用了 AI 以后，等于就把整个的问答、整个的这个知识冲突的过程就提升了。你需要看大量的内容，你也需要用 AI 去做这个事情，而且你要让学生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正确的使用 AI， 让他去解决这个一些真实的问题，而且去审核这个结果是不是有问题，对吧？那而且你要用了 AI 以后的话，这个整个学生的工作量也会放大很多，就跟咱们以前讲说开卷考试容易还是闭卷考试容易啊？
其实是闭卷考试容易，对吧？你只要把这书背了就完了。你一旦开卷考试的话，那疯了，对吧？你需要多少内容进来去应对这个考试，而且你开卷考试最后的评分，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繁重的劳动。那么使用 AI 其实就是对学生跟老师同时提出了要求，对吧？那当然，你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学生用完 AI 连结果看都没看，就给老师就给教授扔上去了，那我觉得教授把他的作业拍在脸上，这个事儿也是合理的，对吧？因为你不尊重人，你没有尊重整个这套过程，你也没有尊重你坐在这儿的这个机会，这个事儿是不对的。那么正确的使用 AI，我觉得才是一个应该去做的事情吧。是我很同意刚才您说的那点，就是由于 AI 的使用，导致把大家的这个思维的这个门槛全提高了，大伙儿都要在下一个层级来讨论问题了。对，很多老师他不是懒，他甚至不是懒，咱们也别把他想的这么差啊，他是不知道，他也是传统教育体系教育出来的人，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儿。我在此处我只添加一个点。就是很多的初高中的老师会说啊，我们要赛课啊，我们要干嘛？然后市政府的要求，就教育局的要求是要督促学生有批判思考的能力。然后他说我怎么教孩子能够批判思考呢？我说批判思考啊，你教他会了之后，他第一个批判的人是谁啊？他看这个地儿物之所及，第一个权威就是你。然后你试试看啊，老师一看着，哎呀，算了，还是不教了。然后就是。所以老师有私心啊，对，是，所以你说怎么推行得下去呢？很难的，好吧。然后对，但这一点上是不是在欧美会好一点呢？就好很多，好很多。主要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权威其实也是心理极其脆弱的。老师也就是说这个吧，有时候老师上课讲错一个事儿，是真讲错了，是真讲错了，或者说板书上有一个拼写错误，小孩呢给指出了，老师你这儿应该是 E， 你写成 A 了，或者那儿少了个 S。老师呢心里啊，他会跑到，你看我们是教师社群，他跑到教师社群里，他能难受个半小时。其实你说这真的是个问题吗？这也不是个问题啊。孩子给老师指出来说，老师你这少个东西，然后他就觉得，哎呦坏了，我是不是不称职？我被学生指出来了，这个学生是不是对我有包袱这么重？包袱很重的啊，包袱很重的。所以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权威也是心理极其脆弱的，他受不了批评，对，全民都受不了批评。所以呢，这个美国他是这样，就是老师他也是，哎，算了，你想那个总统都被天天放到这各种各样的脱口秀里面去，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揶揄他是吧？学他的口音啊，那对吧？老师算个什么呀？都是老师钱，大伙儿乐呵乐呵得了吧。所以就是他们把这个传统上就包袱少点，包袱少点。对，咱们就是全民都有包袱，是全民有包袱，所以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年 YouTube， 我现在就是谁说你错了，错了就错了呗，然后我查一查，哦，确实说错了，那下次出来认不就完了吗？做这行呢，得这是职业必备技能啊，职业必备技能。不是的，不是的，这个做 YouTube 做的比较大的那些人是死不认错的，这个是人设啊，那个就是商业目的了，那就属于是商业形象问题，对，是。啊，然后再看看下边哈，哎，下边这个还是挺有意思，说 AI 家教、AI 助教看起来像是教育平权，但它会不会反而让有资源、有引导的家庭跑得更快？是不是真的能服务到那些弱势的家庭？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以前做过游戏，做过互联网产品，就是我们也都尝试过去做游戏教育啊，或者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试过，但是呢，做的都很烂啊，非常非常烂。烂的原因是什么呢？不够挣钱，这是很朴实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发现最挣钱的还是让人成瘾了以后去刷短视频。去打游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行为，啊，那反过来说，现在 AI 家教、AI 助教这个事情呢，因为现在的 AI 的使用逻辑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啊，我们以前是你免费来用，
然后呢，我想办法在里头给你看广告或者找你要钱，就是在下套嘛，给你做了一个付费点让你交钱。现在呢 ，AI 等于你都得花钱用，那么并不会出现说付了$200一个月的人就会比付了$20一个月的人或者免费的人用的 AI 就强到哪儿去，确实强一些，你的用量什么会多，但是呢，本质上不会有特别大的区别。所以在未来呢，你比如说，能够决定人跟人之间差异的东西实际上是2个，第一个是人本身，你说我是一个愿意刨根问底的人，我是一个这个每一次都必须要用 AI 把这个事情问明白的人，还是一个说我不求甚解，随便问2句就算了的人，这个是会有很大区别的。至于说家庭资源呢，在这块也是会有很大的这个差异。因为虽然现在我们有了 AI 以后，可以去做一人公司，可以去一个人搞定很多事情，但是你真的要让这个事情上升到一定规模以后的话，还是要有关系，要有资源的。而这一块的话，有资源的家庭肯定是能够有帮助的，因为你最后一人公司，因为大家都能做一人公司了以后，对吧？就跟马云说的似的，如果种地能够致富的话，你连地都抢不上种，对吧？所以如果大家都能做一人公司的话，那一人公司就是牛马。那么最后你要想去挣到更多的钱，想要去向上上升，或者说想要去做一些更复杂的东西，那就还是要组织协调去调动资源，这个事儿是必然的，就是社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都会走到这一步。所以我觉得资源一定是有用的，剩下的呢就是人的性格。当然你说人的性格有出生的，也有在这个过程中你有很多的时间去陪伴或者什么，这个肯定也是有效果的。是我的看法稍微的悲观一些，我就觉得，虽然说我自己在做的工作也是希望说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有质量的教育，但是呢，能看得出来，就是像这些越是摆在明面儿，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钱就能用的东西，越是能够拉开人类最基础的差距。也就是从出生到6岁之间这段时间，这个人接受到的教育，人生的这个就是社会基础的社会网络。以前就有一个美国的，应该是哈佛大学他们做的一个研究，就说像慕课啊、什么 Coursera 啊这些东西出来之后，他说有没有真正的去惠及到那些贫穷社区的小孩儿？后来呢，他们得出这么2个结论：第一个是这群孩子学习习惯就不行，你让他坐下来，朝着电脑记小笔记，写，就这件事儿他做不到。第二件事情是，这些课程都是由那些已经上了，假如就是哈佛公开课、MIT 公开课，那这群教授他们本身也就是这个所谓的高知家庭，或者最后自己学成高知之后造成的这种人群，那他的表达、他的词汇量、他的思维方式有隔阂，然后这群贫穷街区的小孩听不懂了，就是听不懂了。就好像说你到底是听说书先生给你讲那个三国呢，还是听这个假如说北大历史系专门研究三国史的这个教授给你讲三国，就是那群孩子只能听得懂说书先生讲那个版本，北大教授给他去讲的时候他听不懂了。那最后这群哈佛的这个研究的人就说，那你如果真的想要让这群贫穷街区的孩子们有所变化的话，你就不能拿大学的东西去给他，你得拿一个，就是你相当于你得找一个会说书的先生，让他去给他讲去，那个是他们的。因为有人说过哈，就是小孩在6岁之前，如果有妈妈或者爸爸啊这个陪伴，然后每天晚上读书大概是半个小时，2个孩子的词汇量大概到6岁的时候能够好像得是差个4、5万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差距会特别大。也就是这是妥妥的就是一个输在起跑线上的故事啊。所以呢，我一方面觉得这是个好事儿，毕竟还是给很多人提供了机会，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说，那些家教就好的、学习习惯好的孩子，那对于他来讲他就如虎添翼啊，他说啊，哎，这个好啊，我知道怎么用它呀。所以就是这个，我最近还听到一个故事，说这个从小被人类养大的猫，就是猫的文盲，
就是别的猫怎么叫，它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因为我最近听说的是一个什么，就是你从那个猫的收容所抱来的猫，跟你从那个就是高级纯种的那个培育中心抱来的猫，这两种猫对于外界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家这个猫就是从收容所抱过来的，它在家里非常开心，出门坚决不出。然后我的一个好朋友家的猫就是纯种的，在外边抱来的。那个猫就是觉得家是个禁锢，它对未来就对外界充满了强烈的渴望，关也关不住。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似乎有一些社会学的这样的隐喻，是吧？但是我也没有想好。是这样的，对。哎，所以其实现在我看到很多专家其实很悲观的一点，认为是 AI 会放大人跟人之间的差距，而且在 AI 时代以后，可能有用的人会变得非常非常少。这个呢，其实我个人并不是特别认同这一点，因为我觉得 AI 时代可能还是会有更多的社会财富被创造出来，而且是，跟现在比可能是几何级数或者是更大倍数的这种财富会被创造出来。在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人去做事情。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第一个 AI 会放大人跟人之间的差距，我是承认的，但是我并不认为在未来有用的人可能会很少这件事情，因为那些专家可能是以一个固定的社会资源与社会财富的这个角度去来衡量，就是有了 AI 以后，我们继续在现在这个规模的社会财富和这个产品能力上去做创造的话，那需要的人确实变少。是，我也觉得还有就是有用的这个概念。刚才我看这个评论区一直在讨论什么叫有用，这个有用的概念可能在以后定义会变的。就现在可能说我写个代码，我完成我的 KPI，我给你赚多少钱来。以后是你能不能让我高兴点啊，对吧？你能不能提供安慰？我们说一个比较女性化的，就是很多的男的这个就是男性朋友们不知道女的为什么那么喜欢做指甲。是真的那么喜欢做指甲吗？是因为你去那儿，你那个跟指甲小妹你要聊天的，你想那个时候你把手伸在那儿，你没办法刷手机，你什么都干不了，俩人就是纯对面聊天。哪一个小妹会聊天，那个小妹绝对就是生意好的，她什么都可以聊，是吧？像我这个爱聊天的人，我到那儿去，我把所有的小妹都聊得好开心，所以这个我是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个，就是那个，因为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熟悉，就陌生人环境，有一个叫做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火车就是搭乘火车效应，就是你在一段火车上，假如说十个小时，你在这坐绿皮火车，你在火车上遇到那个人，你容易跟他掏心掏肺，说了很多自己就是平时不会跟家里人说的事儿，因为你们知道下了火车之后，大家各奔东西。所以，但是他又可以给你听听怎么样，所以这个指甲小妹就是这个功能，所以呢，就以后所谓的有用啊就不一样了，是完全不一样。这个你看起来好像是我去做了个指甲，但其实是1个小时的心理治疗。好吧，这个火车上这个事儿呢，可能要稍微反驳你一下，因为我以前经常坐这个。号称中国班味最浓的火车，就是北京到上海之间的高铁啊，上面每个人都是举着电脑、举着手机，然后戴着耳机在那儿开会。就算你不开会的话，可能也是在看书、看视频，刷个东西，是绝对不会相互交流的。那可能是因为我可能有我自己的主观偏差吧。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坐的是24个小时从天津开到武汉的火车，对，是。但我现在再想想，为什么他们都要跟我说话呢？我觉得就好吧。对，那个时候我一般都是从天津一直聊到武汉，然后一下车就是谁也不认识谁，也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什么，然后就我觉得每一次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上网发个短信都要一条一条的要算计几毛钱呢，那个时候没有说流量的，对，那个时候反而锻炼了人际交往能力。是的。好，然后我们再看看下边的问题，下边还有3个问题，您是想选一个回答呢，还是说咱们都接着都来看一看？是来呗，没多少了。好，那么下一个呢是在中国、阿联酋等国家。
开始把 AI 写进基础教育，AI 素养会不会变成新的英语、电脑和奥数，提前拉开孩子之间的差距？阿联酋我就不了解了。中国呢，确嗯实是在把 AI 写进基础教育，但是，从我儿子去年上的 AI 课，因为他们现在都要求大一都要有一个 AI 通识课嘛，嗯这个对于他来说就觉得甭提多无聊了，是一个无聊的后顶的一件事情，就是只是给你讲一下什么叫这个 AI 发展的历史，然后什么是卷积神经网络，等于背了一堆。后来我说你上这课感觉像什么呢？就是感觉像学政治或者学历史，学完就完嗯了，然后就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说那个有没有作业？作业豆包写的，对吧？这个用 AI 打败 AI，对他们，其实他说我觉得老师也不懂这个东西，而且对于老师来说，你说什么是 AI agent，什么是上下文，什么是这东西，其实他也不懂，他自己也没用过，就是不知道在哪儿找了本书，然后这个备了个课，整了一堆 PPT，就来照本宣科了一下。所以这个就是真正 AI 进入教育，真正 AI 去改变他们的这个学习，我觉得可能还是要从最底层的教育体系上去改，而不是说给你加节课就完事儿了。嗯，对，还是得用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嗯，问题，就是你照本宣科的就说出去，然后这个你得让他用啊，得让他觉得说啊，我解决了一个生活中的问题，或者我设计了一个小海报，或者就是我做了一个什么漫画之类的，就是反正你得让他用是，起来。这个玩意儿教英语的时候，大家不也这样吗？就学什么语法，学构词法，学这个学那，最后对，学生出去之后不知道该怎么跟外国人说话，那这个也是。就是这所以我现普遍都在对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儿子就是这个，我说来，这个 GPT 给你订阅一个，Gemini 给你订阅一个，然后这个国内的这些给你交一些订阅费，然后你自己想干嘛干去吧。他就自己夸夸夸去用去了，用完了以后，哎嗯，呀，我把这个 token 用光了，我把那个 token 用光了，然后这个真好用，那个好烂。哎，我说这就行了，有体会是第一步的。对对对对对，这孩子多亏得看这个家里有这个第一手经验的人，是吧？要不然其他嗯，的，不过我估计他的同学可能差不多也都是类似这种类型。但是如果假如说这个跨学科远一点儿人，他可能也就傻呵呵的背个定义，然后考完试就拿个分儿就结束了，就是这他样。们现在宿舍里面已经普及了，GPT $20的订阅了，就是他们整个宿舍，因为他们这个学科哇塞，也都是还好吧，他们那还是很都普及，厉害的。都在用。是啊，这个各位，我这样想说一句，就是各位英语老师们，如果你自己还不用 GPT 的话，这个我这话我不好意思在墙里边说哈，但是我觉得你怎么可以不用 GPT 呢？这么好的英文的这个，而且它是英是，文语料库的。前一段时间有学生就是有老师反映了一个事儿，就是他的学生拿着豆包给他改的这个雅思作文，然后呢，说老师的雅思作文是自己拿 GPT 改的，然后学生自己拿豆包改了一版，说，哎，你改的不如你这作文不行。然后他还拿豆包，他把这个2份作文的版本都输给豆包，然后让豆包反驳老师说，你说说老师这个作文写的不够好，给我哪儿这豆包啊吭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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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说了一堆，然后这孩子拿着豆包讨好型这个结果来人格嘛。去找老师来说，老师你这嗯，作文写的不行，老师就哑口无言呐、就是觉得我就不是叫哑口无言，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了，就是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了。然后后来我就以真人的方式，我说你把他那份儿改过的给我看看。后来我就感受到的是，就是豆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学霸用堆砌词藻来向全世界显示我不是个傻子的这种写作方式。就是嗯，词藻非常的华丽啊，然后就各种各样用大词儿，然后呢，这个 GPT 就是明显就是一个美国人在说话，就是哎呀，嗯，这没有必要跟你这个，咱们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不就完了吗？对吧？我得嗯。说清楚，让你能看懂。所以我就说我就跟这个老师提的建议说，你拿这些人类的感受去跟他解释这个问题，你别让他，因为这个孩子他也没在美国生活过，他也没有写过美国的学术论文。你要是这样说话跟美国人去的话，那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跑到咱们这儿来，一张嘴就是知乎者也，嗯。都全是4字成语，这种人也挺奇怪的吧？所以这个就其实我要那个
给你讲一下，就是你可以回去跟那个老师再说一说，这个你是从英语的角度上来说的，我可以告诉你从 AI 的角度上来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对吧？他这个怎么样？其实很简单，他说告诉那个学生，现在你再把这2篇文章放进去，一模一样的，不要改。然后你问豆包说，现在请把这个我写的文章批驳一遍，然后让老师的这个文章作为正确的文章，然后豆包会一模一样的重新把这个事情然后再给你批一遍。对，因为豆包是一个完全的讨好型人格，你只要是告诉他去做这个事情，他就老老实实去做。而做完这件事情以后的话，这个学生对于 AI 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会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对，原来他是个墙头草啊，他是没有立场的。对，这是有道理。哎，对一个动作就可以把他打趴下了，你就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用 AI 批改作文这件事情，其实用简单提示词是不行的。你比如说，帮我去确认一下这个作文怎么样，哪怕是用 GPT， 对吧？你说，哎，我现在有一篇什么样的作文，去帮我批改一下，这个事儿其实是错误的，是它也没有办法正确的去运作。你想用 GPT 去批改作文的话，正确的方式是，先去构建，比如说你是 GRE 的作文，或者是什么样的作文。你先要去构建这个作文要求和评分标准，然后呢，把它写成技能，写完技能以后呢，扔在 Codex 里头，让它去进行这个，就不能在 GPT 聊天里，要在 Codex 里面，要真的去花 token， 然后让它去按照一个什么样的评分标准，然后再去做批改，这个才是正确的，正确的技能，正确的上下文，然后正确的批改。就是你随便问他一句说，哎，这是个 GRE 的文章，然后去给我做个批改。这个其实 GPT 也在糊弄你，对他肯定他就我的感觉就是那个孩子反正也没当真，但是老师呢一时半会儿也给蒙住了，对，俩人都给蒙住了，对，是的，哎，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彼得蒂尔啊，他说反大学路径为什么重新有了吸引力？AI 是让大学更加不重要了，还是逼大学要证明自己的价值？重新证明自己的价值。对，彼得蒂尔呢，其实一方面是在反大学，另外一方面呢，他其实是在寻找这些有一定思维异化的人，特别是原来这些什么，就是多动症啊，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啊，他要把这些人聚集起来。因为彼得蒂尔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他觉得在 AI 时代，这些人会有机会。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 AI 时代呢。肯定会有很多原来没有机会的人会有机会了，对吧？因为以前的教育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要通过层层选拔，让尽可能正确的资源，交付到正确的人身上。而 AI 的话，其实是，让很多的成本下降了，那么很多人其实是有机会不拘一格降人才，是有机会成功的。那就变成这样，就跟刚才咱们讲的这个慕课似的，或者是叫 Coursera 这种东西一样，就是它虽然没有办法广泛的让穷人的孩子跨越阶层，但是呢，还是有个别的总会有人，对，足够行的人，对，所以呢，这个 AI 确实是会有这方面的这个机会，就是让原来这些会被传统的评估方式所筛选掉的人，重新有机会去实现他的这种能力提升，重新去证明他的社会价值，这个事儿肯定是有的。至于大学呢，我觉得不是因为彼得蒂尔的反大学路径就需要重新去证明自己的价值了，而是在 AI 时代，每一个大学还是需要重新去思考的。真正逼着大学去重新思考价值的是他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了。哎，是的，是的，这个是真是今年是真的是非常这个严重。我这个之前也跟您说过，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们家一共4个孩子，然后就因为是重组家庭嘛，孩子多点4个，4个孩子其实都是挺不错的学校，当然没有像哈佛、耶鲁这么大的这么好的学校，但是美国不错的，估计能排上前100的这个公立大学。现在4个孩子都毕业，没有一个人找到工作，就是都没有工作，然后都齐刷刷的说要住回爸爸妈妈家里。然后这个，然后他们这2个爸妈非常非常的焦虑，说：“哎呀，好不容易把他们踢出去了，现在难道要回来吗？”这个，
的确是这样，所以其实这件事儿，我在去年的时候参加了一次这个纽约大学他们的一个教育学系的一个一个小的研讨会吧，然后呢底下就公开有人就问了，说你这现在都已经这样了，你们这还有用吗？大学管个屁用！然后呢，他的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当然大学他自己肯定要为自己打 call，他说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场域，就是让一群年轻人，我们造个场子，你们来。啊，大家也可以有创业的点子也好啊，还是说你有一些自己想要学习的东西，我们可以提供的是有吃有喝好招待，然后给你们提前做筛选，然后呢，让你们在这里面能给你们提供适当的这个指导，然后我们还可以请外边的这个人来，因为不过我觉得纽约大学啊，在这一点上也跟其他大学很不一样，因为它可能因为在纽约，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务实，非常非常的轻这个就是重视创业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就很会赚钱啊，这个学校。然后呢，就他说我们可以把业界一些这个创业上的这个人雇来给你们做讲座，然后通过我们的校友资源给大家更多的链接。他说大学以后我们可能就是干这个活了。你说真的是要知识嘛，我学个技能嘛，这个你们都懂的，你们都会。可是这些其他的东西就是网上买不来的，你想下载一个包就能下不来的东西，我们来提供给你。其实到最后就变成又是买圈子了。其实就是买圈子，以及买一堆闲暇的时间，然后在这个时候，纽约大学是公立还是私立啊？私立，纽约大学是私立大学。私立啊。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这两个在纽约的学校都是私立，两个全是私立大学。所以我原来一直以为这个以地名开头的大学都是公立的。它会后边加个州立，纽约州立大学那个就是公立学校，像加州大学分校、伯克利分校那个就是加州大学，这也是个公立。然后加州大学什么 UCLA 那个也是公立大学，就只要加州立，但是不一定所有的都是，但基本上情况下它就是一个名字加大学，那个大概率是个私立大学。像你看斯坦福大学，它中间没有州这个字，然后这个甚至我想想啊，对。波士顿的话，马赛诸塞州不对，波士顿大学，哎，波士顿大学是不是州立？我这个波士顿大学好像是私立。MIT 好像也是个私立，就是 MIT 是马赛诸塞什么麻省理工嘛，什么工业学校嘛，麻省理工嘛，对。对，他跟哈佛是俩人是挨着的，就跟清华跟北大也是挨着的，是一样的。对，我顺便就推荐大家，如果去 MIT 的话，去一下他的 MIT 博物馆。MIT 博物馆特别好玩。就是他把很多理工科的东西，他给展示成艺术的形式，特别有意思。所以这个 MIT 的博物馆还是挺好玩的。说跑题了。然后所以说现在大学的话，他就得逼着他去改了，要不然你招不上来学生了啊！你这个只是学知识，没人愿意掏钱来了，而且现在越来越贵。像我们以前在学校里边会去组织这种实训课，或者叫其实类似于创业课，但是呢，在中国的这种实训课其实都挺糊弄事儿的。因为我儿子已经参与了一个实训课，号称要做游戏，然后拿回来一看，那个所有系统的版本都是可能10年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现在呢，因为还有这个慕课嘛。就特别差劲，就是现在跟老师说，你们要开一个实训课啊，要教游戏，因为你不教游戏没人报名嘛，所以他也要教游戏。那教游戏呢，对于老师来说就是，这个慕课都去看去吧，看完了以后，然后交个作业完事儿了。说老师其实啥也不管。对，这个不好，对，这个不好。对，他应该做一个反馈，或者甚至说你不反馈的话，你也应该给一个反馈的标准。然后，对，这个还是要投入真正的人力，要陪着，这个没有办法。你说你去看个课，然后回来我就不管你了，这个事儿实在是太糊弄事儿了。是啊，这个可能未来真的是实训课会变得很多，而且很重要。像他们那种商学院经常是案例，我们就来做这个事儿，然后分析一下别人的案例，然后你再去做一个，然后你再跟别人比较鉴别一下，然后我们再做。但这个我就是像班课，假如说一个班大学有的时候它其实也分班课，有大班课100多个人的课，也有小型的20多个人的课。那这个肯定班小一点，老师能的给的关注反馈啊也会多一些。然后同学呢，因为由于他是
被筛选过的，那可能假如说20个人，人家都是有这个兴趣的人，那可能他们之间也会比较沟通会顺畅一些。另外最后一点就是大学它有4年的时间，大家无所事事，然后这个上学，然后这个谈恋时间爱、喝是他们酒，最对吧？富有的东西。是，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他们这个信任建立之后，就是校友的信任，就像是兄弟姐妹一样，所以这个其实又是一笔人类的资产，所以这个就又不一样了。好，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如果 AI 越来越会回答、会写作、会编程，教育最后要保住的到底是孩子的饭碗，还是作为人的判断能力、目标感和创造力？我觉得饭碗呢，你肯定还是需要的，对吧？你不可能说把饭碗丢了，回来啃老这个事儿，肯定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而且呢，这个前2天我还录了一期节目，讲这个教皇的关于 AI 的这个通谕，对吧？他上面也讲了，他说我们不能给人去发钱，给人发钱了以后的话，人就没有尊严了。人是需要钱啊，需要工资，需要去证明你的劳动，需要有尊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是饭碗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绝对不能说什么 UBI 啊，或者什么这种就是普遍发钱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啊。即使是现在，就是前面好像跟川普竞选的有一个叫桑德斯还叫什么一个老头。对，左派。他呢现在就讲说，我们国家要去入股 OpenAI， 入股 Anthropic， 我们要这个拿他们的钱直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韩国的李在明也是说你这个三星啊，什么 SK 海力士搞成这样，国家应该入股。其实三星也好 ，SK 海力士里头也好，他们有很大的股东就是政府基金或者是这种什么养老金，就是已经都入股了。但是他说我们还要再弄一些，然后再分你的钱。这个事儿其实是有问题的，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所以呢，饭碗这件事儿呢，还是要给每个人去赋予饭碗啊，让每一个人有他们的社会位置，这个事儿非常非常重要。然后至于说，作为人的判断力、目标感和创造力这件事儿来说呢，可能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去衡量，会是一个更高的标准，因为有了 AI 以后，其实。就跟以前我们比如说没有汽车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的活动范围会有那么大，对吧？或者说没有飞机的时候，你也没法想象一个人是可以飞的。所以判断力、目标感和创造力，包括刚才你讲的道德，这可能都是孩子必须要拥有的东西。就是人之所以为人啊，那么他必须要有这些东西。这些可能虽然机器可以模拟，但是还是有巨大差异的。对，只是它的程度可能会比现在这个要高很多。是，这就完全会变成，一个就是对人的要求会比较高。我刚才确认了一下，又去查了一下这个字，就是我们认为教育这个字 ，educate 这个词，我们现在认为的教育就有点像说我教给你。反正我在这儿，这个老师吐出来，学生咽进去，传道授业解惑嘛。对，但其实英语里面 educate 这个词的词源是 bring out， 从你本来有的这些特质当中萃取出一部分的东西，就是是反过来的。它这个词呢来自于拉丁语，它原来那个字叫做 ducere，好，这个词反正我不太会念啊，意思其实是指领导，从你的这个本身的身体当中拽出来一个东西，或者拉出来一个东西，或者诱发出来一些东西。对，所以这可能是，所以教育其实是让你去发现你本来就有的那些东西。其实这个标准挺高的呀，所以我们其实刚才一直谈到的，包括像好奇心，包括对美的追求，对道德的追求，一个人的善良或者是同情心。其实一个孩子他出生的时候，这些东西他有一些恶的部分，但他这些东西也都有的。所以我觉得以后的人，无论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还是老师的关系，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你得先看见这个孩子
身上的闪光点，然后加之于各种各样。评论区说是被蒸馏吗？就被也算对，就直接被蒸馏出去。就其实老师先第一步就是你要先看到孩子的这个精华在哪里，先把他的这个部分先蒸馏出来，下边就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就是老师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孩子在蒸馏老师的过程。就 AI 就是干这个活的，就是你拿一个大模型，然后产生一堆数据，然后小模型去背题，背完了以后，那个过程就叫蒸馏。对呀，但是这样说不就应该是反过来了吗？就是到最后就变成这个所以就没法说了。这个你像我姓范，范呢，实际上就是模子的意思。我们其实就是喜欢把人扣在一个模子里头，然后倒出来长成一个样。这比较简单嘛，这是走容易走的路嘛，简单粗暴高效。对，难的就是走难的，就是不是世界上最后所谓能做出一些伟大的事情的人，都是去走那些难走的路，走窄门的，对吧？我们所谓说走窄门的，虽然说不一定每个人都能走得过去啊，但是呢，要至少小的时候给孩子们这样的一些。给他这样的一个可能，也不要只看到都是走宽门的人，你也看到世界上有些人选择了走窄门，那你要做哪一种，你自己可以去选，对吧？这个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容易更多的看到那些走宽门的人，好像而且这个会给他一个幻觉，觉得走宽门的人好像走的也挺不错的呀，但其实不一定，这有的时候是互联网的幻觉。我觉得。如果长远说来的话，其实就要保护他的好奇心，这点我倒是很同意。上回这个马斯克他这个很长的那个他接受 Moonshot 的那个采访，别人就问他说：“那你觉得教育的核心是什么？”他就说好奇心。他说：“你只要把这一条把握住了，剩下的都不是问题。就是后边的，就是整个包括科技也好啊，还是人类社会的这个组织结构，都可以帮你很多。但是如果你没了好奇心，那他说我唯一帮不了你的就是AI 没办法让你有好奇心。”是，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好奇心成为目标，然后你为了实现目标付出努力与牺牲。对啊，也不知道咱们这个最后今天聊出来的这个内容是不是真的给大家一些现实上的一些这个指导，或者说明天就能指导什么。但是反正我觉得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无论你的小孩现在是0到18岁，到底是哪一个阶段，增加人际交往技能，是往近处说能好找工作，往远处说可以团结人类的力量，是吧？反正都不是个坏选择。然后如果说是这个工具的使用呢，就不要害怕它，还是要用，然后尽量能挑好的用，然后避免它的一些不良的后果。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哈。第3条呢，就是家长和老师的作用，还是要首先家长跟老师也要摒弃过去的教育方法，因为时代变了，我们自己也要重新学习。最后一条就是人类时间其实是人类最大的资本。所谓那些有钱的阶级，他真的不一定是有钱，而是因为他有钱到一定程度之后，导致他已经有时间了，他不在乎了这个时间，我不用去赚钱去了，我可以陪我的孩子，我可以在后院做个烧烤，我可以跟孩子讨论一本书。这个的话，相当于他就能够增加人际交往的锻炼的次数，以及这个相当于他去训练他的这个大数据去了啊，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我目前的一个观察吧。是，我总结一下吧，然后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 AI 时代呢，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其实以我们现在的能力来说，我们可以去畅想，但是其实是想不清楚的，就像2维生物无法想象3维生物如何生活一样。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呢还是要保持人本身的这种感悟的能力，你对东西的感受的能力，而这一块的话，目前其实是没有数据的。我对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感受的啊？溢于言表，实际上就是没有文字可以去描述它。那你既然没有文字去描述它，它就这一部分是没有办法被训练到大模型里去的。因为大模型训练你必须要有文字，对吧？你才能去训练。那么要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要做一些
比较深刻的这种感受感悟，包括这种比较长的这种内容的这种接受。你比如说，现在听歌，可能我们每个歌只能记住2句，其他都不知道，对吧？这是抖音的上面那一段极其碎片化了，对。但是这个其实对于人的精神状态是有伤害的，所以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更加要强调就是，比如说陪着孩子去做一些比较长途的旅行啊，做一些比较长周期的这种活动啊，或者是哪怕你看一部小说啊，看一个电影啊，然后大家去讨论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把这种更加浓缩、更加有隐喻或者有更多层次、更丰富的东西呢，去教给他，对吧？而且是你要陪着他一起去感受，这个可能是现在要去做的事情，让他能够得到一些新的感受出来。这个我觉得啊，这个我最后说一句，就是文科都搞的就是这个，而且这些其实在社会科学当中已经成体系的都研究过了，你该如何的去感受。然后这个我不说别的观点，这个我在念硕士的时候，我的那个专业就叫做对话研究，就是研究人怎么说话的，两个人在说话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它都是各有各种各样的指标，包括像一个人的语速、音调、停顿。停顿的次数，两个人之间交叉的时间是怎样？谁抢了谁的话，谁让出去了？这些其实都是，它甚至可以用计算机来给你做成这个 coding，我们也叫 coding，就是他把它编码，然后呢，一个人的录音输进去之后，让他再做这个语音的识别，他就能判断出来这几个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他的情绪是如何的，然后另外像表情。这个手势、身体肢体语言，往前做了，往后做了，然后怎么样？这些都是已经有至少60-70年的研究了。所以这些东西我其实也非常非常的矛盾，这是一点上。一方面，他是有些人他天生他就是有这个感觉的，但是另外一群人，这肯定还是有差异。我就不是这群人，所以我一般我就得学，所以我去学了这些学科，我发现，哎，这玩意儿是可以总结归纳的。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能总结归纳的话，那 AI 有一天也可以掌握这些技能的。所以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一点上，其实计算机里头很多人是走了弯路，或者说是走了反的方向。因为我们会发现，每一次把这些社会学家这个或者是人文学家或者是语言学家干掉，然后呢多加几个数学家进来，AI 翻译、AI 推荐的效果会更好。那是因为这边例外太多了吧？就是人文科学这边例外特别多啊，它就因为人文科学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我出来的啊，这个东西是原来微软在做微软翻译的时候他们总结的，因为他们的团队里的就是有语言学家，有数学家，然后呢，他们总希望把微软翻译的这个能力不断的增强嘛。后来发现，就是随着语言学家的减少，数学家的增多。这个翻译的效果越来越好，对，这个要具体看他的那个结果是怎么样来做的，但是呢，我觉得，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人文学科里面，我们认为语言学其实是离数学很近的一个学科，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我这个学科叫应用语言学，就是跟人有关的。如果你学语言学本身，我去修过他们的起始课程。就是数学和物理，其实是数学跟物理。它那个因为有些它还要讲究看声波，然后到人的耳朵里的这个反应，所以我反正总之我觉得文理就不应该分家，很多事情它都是混在一块儿的。以后可能会更多的通识完了以后更多的实训，这可能是未来的大学教育的一种方式。是的，还是以用出发。在这儿呢，这个。我看这个卡尔加厨在里边还是很热闹的，在批判我啊。这个稍微回一下吧。这个我说一句，这个老范是愿意承认错误的啊，但是呢，老范也是比较好强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在沟通上呢是会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就是时间上的差异。因为我在直播，你在打字，所以我们在时间上其实是不同步的。那个你要想说服我呢，我们需要可能进行几轮的这种讨论，
就是我不会说你说一点什么事儿，我马上就认为你是对的，我就是错的，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有一个说服我的过程。但是因为我们交流的这个过程是有这个时差的，对吧？不是说有美国跟北京之间的时差，而是这个速率上的一个时差。所以呢，你经常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充分表达的这个叫做机会啊，然后去很好的来说服我，对吧？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被你说服，那我就没法去承认这个错误。但是有些呢，他比如说人家可以用几句话就把我说明白了，那我就来承认这个错误，对吧？他这个承不承认错误这件事儿是你是不是能把我说明白，对吧？你如果说服了我，我就会承认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你在我的评论区里头留一个几百字或者上千字的小作文呢，这个我也实在是看不过来啊。这个我什么时候会被说服？就是他们可以用很简短的话告诉我说，哎，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那件事是怎么回事，哪儿你搞错了，那我就会根据他们留的这些信息再去查一下，查完了以后啊，我经常会发现自己搞错了，这个也没什么可丢人的，那我就会回来承认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这个，这大伙儿都是熟悉的老 ID 了，是吧？我们都一起给范老师这边贡献这个社群活跃度啊，是必须的。感谢感谢。对，还就是其他人如果也希望参加这样的活动的话，也可以找我啊。有什么有趣的话题，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聊。是，这个以后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有意思的话题产生。反正静观其变嘛，静观其变。我觉得总感觉有大事要发生啊，肯定会的。但是估计教育这个领域还是稍微的慢一些。如果再说一个更加最后一点，就是中美跨国的这种观察来讲的话，我还是这个，所以这话真的只能是放在油管上面讲，就是我稍稍的对中国目前的整体性的这种教育的价值观表示担心啊，表示担心。因为说实在的，咱俩在这儿聊，甚至说今天假装在国外，或者是真在国外的这群人，在旁边的评论区的这些评论，我们都是少数人，我们这是肯定的，不代表全体的平均水平，不代表。而全体的平均水平现在的状态，其实就是完全多角度被卡死。对，所以还是大家就是能做到哪些去影响到一些，然后就是如果他也一心向善，想多学习，就多帮一帮别人，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但是我并不觉得我们能够去理解平均水平，就是我们只能理解我们自己。对，理解不了，这个理解不了，就是当老师，尤其不要过度理解，理解多了之后会对自己有很大的精神负担。我现在有时候就想说，你怎么就这么的认为你想的就一定是对的呢？阿弥陀佛，人各有志啊，对，所以只能这样，对，是的。好呗。还有人说老犯错，但是绝对不认错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我也经常认，但是呢，就是可能没赶上你那条而已，有可能就是你没有说服我，就这么简单。对，这个。这都很正常，这也都很正常，大家都有这个什么的。我觉得我的油管频道也要好好的再做一做哈，我已经荒废已久，长满了杂草啊。好吧。对，好好做一做吧。好好做一做。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范老师，感谢，对。好，感谢。那我们再见。下次再见，拜拜，各位再见。